面对美国联合盟友不断围堵中俄，还试图以所谓中国威胁来挑拨两国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表示，俄罗斯不会上当，不会减少与中方的合作。对于普京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回应称，任何挑拨离间中俄关系的图谋都是徒劳的，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俄罗斯威胁论，都只是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抗世界多极化潮流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已。针对西方国家疯狂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普京当天在以线上方式举办的俄罗斯再召唤年度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西方针对中国的行动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他完全不能认同。Знаете, меня пугают Китаем, начиная с 2000 года. С тех пор те, кто меня пугал, сами испугались. И начали менять свою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Значит, она,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уже поменялась. Отсюда и санкци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е,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оправданные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е норм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普京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就是西方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例子，但此举并不会使地区局势得到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局势紧张。对于普京的表态，中方表示高度赞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任何挑拨离间中俄关系的图谋都是徒劳的，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俄罗斯威胁论，都只是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抗世界多极化潮流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已。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有力保障，不会因外部影响而改变。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美国。美国如果不放弃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的话，看谁都会是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普京首次在公开场合回击西方无端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调。上月3号，普京出席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时就表示，美国才是搅乱台海局势的罪魁祸首，却不断造谣中国大陆搞军事扩张，要对台湾使用武力统一。China is a huge, powerful economy, and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arity, China is the economy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And by increasing this economic potential, China is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its national objectives. And here I do not see any threats. 事实上，普京2度抨击西方恶意炒作中国威胁论，并非没有原因。在他眼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国防是天经地义的。普京表示，俄罗斯并不担心中国军力的增长，中国有权利根据国情制定自己的国防政策，以保障人民和国家安全。此外，普京在此次论坛中再次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的发展水平。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拥有大致相同的立场和原则的友好邻国，彼此一直怀着诚意，保持着善意，相互合作。俄方计划进一步推进发展两国关系。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так как считаем нужным. Мы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ы уровнем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умаем,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еще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м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ми и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му эффекту как для народа Китая, так и дл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я стабильные.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ю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ире. 中俄两国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互为最大的陆上邻国，所以两国在安全上是互相需要的。那么在政治上呢，两国坚定的互相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也支持彼此选择的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两国关系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情、国力还有价值观的差异的。我想，普京总统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中俄两国对于彼此来说都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是不会受到外界杂音的干扰的。周二，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共同主持的中俄总理第26次定期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并在会后宣布通过中俄总理第26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及双方区域经济合作、数字经济、海关等领域合作文件。李克强表示，中俄同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在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拥有战略共识。
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激发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为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复苏、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米舒斯金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继续快速发展。俄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双方抗疫以及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对接，巩固两国传统友谊，为俄中全方位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据俄新社的报道，米舒斯金在会晤中还提到，近段时间几个外国伙伴持续对俄中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俄中都遭遇了非法单边制裁、政治和经济施压等挑战。米舒斯金认为，回应这些压力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中俄在平等、互信和尊重等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共同发展。外界注意到，就在中俄总理会晤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发布全球态势评估报告，计划改进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以对抗中国，还要威慑俄罗斯。俄罗斯消息报援引欧洲政界人士的话称，美欧计划分工对付中俄，其中美国和英国将专注于遏制中国，而欧盟将致力于对抗俄罗斯。另外，将于下月召开的民主峰会，东道主美国将中俄两国排除在邀请名单之外。对此，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上周五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联合发表文章，批评这场峰会实质上是美国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之举，不仅在全球创造新的分界线，还试图将民主一词私有化，既不尊重各国人民民主权利，也不利于国际合作。分析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和秩序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中俄两国的协调合作为当前不确定的国际秩序注入正能量。这种正能量能确保国际格局沿着一种稳定的、良性互动的、普惠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美国等个别国家划分阵营、撕裂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两国在共同维护二战之后的这个国际准则、国际秩序，还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方面呢，都是坚定的捍卫者，也是全球发展推动者和支持者。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当中呢，中俄可以说是一种稳定性的力量，发挥了这个两个国家应有的这个大国的责任感，也是展现了大国的担当。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全球态势评估报告要点，把矛头指向中俄。也有人说，美国在欧亚准备2场战争，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呢，美国就提出了同时打赢2场战争的战略。到了冷战结束，美国呢成了超霸，老布什呢就提出同时应对2个半危机战略，主要呢是指美军呢能同时在中东和东北亚打2场局部战争，同时呢还能打赢世界其他地方的小规模战争。到了克林顿时代，提出呢同时打赢2场局部战争的战略，具体呢就是要应对中俄2国的战争。那么再到后来呢，美国真的是打了2场局部战争，就是呢在中东地区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赢了吗？没有，阿富汗撤退呢几乎就是丢人现眼。奥巴马上台以后，放弃了同时打赢2场战争的战略，调整为打赢1场大规模常规战的即可。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又是老调重弹，要同时打赢2场战争，而且呢矛头指向中俄。那么这呢，也就是德国媒体解读的美国呢在欧亚准备2场战争。美国呢连中东的2场战争都没打赢，现在居然挑战中俄2个大国，可以说呢是准备与世界第2、第3大这个军事强国开战，让人怀疑这美国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呢，美国的确有这样的准备。现在呢，北约军队正在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对峙，双方呢都不退让。美日澳加德5国也在印太地区进行军演，34艘战舰包括航母、准航母参演，目的呢是所谓应对解放军在该区域的咄咄逼人。澳英美联手为澳大利亚呢建造核潜艇舰队，也是在备战。但问题是，假如这个美俄美中同时开战，不要说谁赢谁输，这地球可能都没了，都毁灭了。那么反过来呢，再看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安全战略，
是不是就显得太荒唐了？真的是很荒唐。美国呢把中俄同时作为战争目标，结果呢使中俄走得更加靠近。因此呢，也有人说这西方呢是吓唬自己。我认为啊，美国呢是用军事战略来拉拢政治联盟，不敢和中俄同时开战，但是呢，可以借助这个亚欧两场战争来让西方伙伴呢向这个美国靠拢。这不是一个认真的军事战略，而是一个认真的宣传战略，目的呢就是把其他国家聚拢在华盛顿周围。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